这5月的洛阳真的是春光明媚，繁华如梦啊！但5月自古被称为凶月，尤其是今天5月初5，所谓重五，有很多禁忌的，千万不可肆意妄为啊！什么凶月啊，吓唬人而已。邙山之下，洛水之滨的东都，真乃我华夏之根啊！每次来洛阳，我都会心绪难平，想起跟随狄公的时光，也许那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。哎，龙凌风，你想什么呢？你对洛阳应该也很熟吧？邙山洛水天津桥，定鼎街的樱花，还有石榴，我永远都记得。你不会就出生在洛阳吧？5岁那年离开了。哎，那就说说你的童年趣事。能记住的都是痛苦之事，快乐之事都太轻，容易让风吹散。真是美少年呀！薛华，有人对你师父不怀好意。少看我师父！吓死老娘了！薛华，你干什么呢？我保护师父啊！保护我？好了，赶紧走吧。一副叫花子模样，到底有没有钱呀？别喝完老娘的酒，一抹嘴儿，正分文。怎么说话呢？你看我像没钱的吗？像。你气死我了！你知道我是谁吗？要你谁呀？我是马上要来东都当大官的苏明的先行官。我管你是谁呢！来人，看他身上有没有钱。别吓我！别吓我！还真不是叫花子呀！放下来！还不赶紧给我上酒！是大爷，赶紧上火就好菜啊！这扇子真好看吧？别人送的。给我看看，哎，看我这胭脂怎么样？真不错，在哪儿买的呀？不告诉你。看，我猜出来了。这洛阳女子装扮的真好看。哎，别猜了，什么呀？肯定是最好的胭脂。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啊？劳烦通禀一声，宁湖司马苏明前来拜见高刺史。刺史知苏长史这2日必至，所以让小人在此恭候多时了。长史啊，哪儿来的长史？想是有所不知，你已被任命为洛州长史了。果然不出我所料。你们在这儿等我。哎呀，苏贤弟，总算把你等来了。苏明，
见过高刺史。快请坐。哦，这是东都的李留守。幸会。东都留守李约，李留守可不是一般人呐。李留守的先祖心向大唐，所以太宗封留守的先祖于洛阳，到如今已经多少代了？老朽已是洛阳人了。宁胡司马苏明拜见李留守。司马，我可是和高刺史一起恭迎新任洛州长史的。啊，高刺史，我有些不解，此番为何是刺史修书令我北上，又以朝廷之名？至于长史一说，又是何意啊？苏显帝，你总不会觉得是我诓你来洛阳的吧？调你入洛，提拔你为洛州长史，都是公主的意思。坐，请。公主和太子是跟着天子一起到的东都，天子1个多月前就返回长安了。昨日太子也启程了，公主因身体有恙，故而暂时留下来了。直说了吧，100日前洛阳市面突现人面花，是女人用的美肤之物。据说，只要进水后用其敷脸，人面花就会化入肌肤，待99、81天后，肌肤便可粉嫩如少女。虽然价格昂贵，但东都的贵妇们还是趋之若鹜。只是使用者没有想到，81天后，不但没有青春永驻，人面却会变成骷髅。我入城后，亲眼目睹了此惊诡之事。又一起呀！此番公主急调军入洛，正是叫你督察此案呢。难道公主也用了人面花？算时日的话，公主的大限就快到了。在此之前，若能捕到元凶，得到解药，还有一线生机呀。公主现在在哪儿？宠念寺。对了，公主受人面花之毒的事，可千万不能泄露出去，否则洛阳、长安乃至整个大唐都会陷入混乱。说到人面花，《博物之书》记载，此花产于大异国西南，薄如蝉翼，形如微笑之人面，嘴角处有红痕。没想到，此花会有如此独特的毒性。兜售此花者可有线索？刺史，李留守，疑犯是个来自土罗的女人，被锁定在千岁客栈。太好了，苏长史，他说的就是兜售此花者。但邢参军带人赶过去后，疑犯已自杀。废物，废物！你，哎，看来公主急调苏贤弟来东都是对的。哎，还不见过新上任的苏长史？啊，陆氏参军辛怀慎拜见。等等，刺史，虽然事出紧急，但让我出任洛州长史，仍需朝廷文书。有是有的，但是并不重要，因为公主的一句话比这管用多了。协锋官，这种任命，朝廷的威严何在？你先下去。是。
苏贤弟啊，如今事态非常，公主对你直接任命，是出于对你的信任啊。苏明，官职虽小，却以清流自居，顶着协锋官的名号上任，实难从命。哎呀，你这官又不是花钱买的，差什么？将来让长安那边给你补办便是。好了好了，苏贤弟远道而来，我从城外的庄园带来了储藏多年的波斯美酒，我们先接风，其他的慢慢再说啊。苏贤弟啊，为你接风洗尘，这面子你不给我，也得给李留守吧。樱桃，你看我义兄的新官袍，是不是很合体？这颜色看着倒是挺好看。洛州长史是五品官，苏明从此算是发达了。这是哪儿啊？这是长史府啊。长史府。哎呀，让我想想。对，就是长史府。从后门出去，走不了一会儿就是狄公祠，你可以常去拜见你恩师了。对，得去办恩师。我得去办恩师。我怎么穿了这身官袍？你现在是什么洛州长史，就应该穿这身。谁给我穿上的？是我。怎么了？长史府。罗凌风，你是要坏我名声啊！官袍是高刺史派人送来的，你喝多了，吐了自己原来衣服一身。我好心好意帮你换上新的，你却不是好人心。你闭嘴！这洛州长史并非朝廷正常任命，而是协锋官。我要是接受了，就违背了做人的良心和做人的准则。苏明，你装什么清高啊你？你不明所以，不要乱说话。不就是协锋官吗？早听说了，协锋官怎么了？那也是官儿。再说了，公主让你当的，那谁也不敢小瞧你。屁话！知道你好面子，既来之则安之。我比你们早来几天，情况摸得比较清楚了。这人面花案呐，确实很诡异。苏明，你不是就喜欢查这些吗？穿着这让自己鄙夷的官袍查案，跟自毁脸面有何不同？苏明，人面花的案子每天都在死人，这个时候你觉得你的脸面重要，还是人命重要？义兄，我觉得卢凌风说的没错。要我说，那些贪心的贵妇人都活该，凭什么为了他们毁了自己的名声？樱桃，你说的不对。就算他们痴心妄想了，但毕竟人命关天。谢娟，我知你出身高官之家，自然替他们说话。只是我这江湖野女子，可一点儿也同情不起来。先生，有个什么司法参军行营，说要拜见长史。不见，
告诉他这里没有长史，我苏无名不受邪风官。没有长史。对，我家先生就是这样说的。哼，一个邪风官竟也摆起了官架子。若不是为了公事，邢某如何又来见他？我们走。站住！我家先生可不是摆架子，而且他说了，不受邪风官。你可以看清任何人，但是不能看清苏先生，他是个了不起的人。不接受邪风官助长史府，骗谁？这几年都传苏无名擅查鬼事奇案，且德行尚可。也许是我误解了他。找人盯着，有什么动静，随时向我汇报。明白。邢影，你认识他？我在进屋卫时，曾有属下邢影调来东都做官，不成想如今已经是司法参军了。那你何不出去见一见？他要是问我官居何处，我该如何回答？是啊，卢大将军现在就是个平民百姓，但又有何不好？自由自在，比当中郎将士强多了。哼，你可真会安慰人。你们两个说够了没？苏无名这么生气，你们也不管他。不必管他，他定是去了狄公祠。恩师在上，不孝弟子苏无名来看你了。恩师在时，每每教诲，做人当清白，为官当清正。您的教诲，这些年苏无名一直铭记在心，故此番到洛阳，我绝不接受那邪风官。什么人？出来！你又是什么人？敢私闯我府？这里如何成了你的府邸？我是狄公的关门弟子牛素，你又是谁啊？刚听你念叨说也是狄公的弟子，我可不信。我明白了，你平时就住在这儿，对吧？你过来。这些钱给你。我不能要你的钱，不然狄公会打我屁股的。没事的，我在心里已经向狄公禀告过了。来，好吧，但你真的是狄公的徒弟吗？那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苏无名。苏无名，确实没什么名气，我都没听说过。但你一定会探查奇案，对吧？能不能教教我？我给你磕头。你为何要查案啊？我要破人面花的案子。为什么？这几天有很多人来拜狄公，求狄公显灵，缉拿住凶犯，得到解药，救他们家人性命。
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卢凌风真是你的知己，他就猜你在这儿。樱桃，我今日发脾气，你是不是也觉得有些迂腐？我的想法对你来说，真的很重要。当然。当时我觉得你没错，可就在刚才，我原以为用人面花的都是洛阳的贵妇人，可没想到那女子与我年纪相仿，也并非大富大贵人家。我上前询问，老父亲说，女儿觉得自己长得丑，怕婆家嫌弃，故花光了家里所有的钱，才买到了人面花。结果竟……苏敏，你若真觉得我的想法重要，就受些委屈，先查案吧。苏明，你少绕弯子，你就说这么好的长史府，你是住还是不住？不住。你不是都答应我了？我答应你探查此案，没答应你上任长史啊。是先生，那我们搬哪儿去啊？这儿挺好的。对呀，别看薛焕岁数小，他可是个明白人。我不住。那义兄住哪儿啊？我住客栈。到底是文人，虽有骨气，但也矫情。哦，你们可以暂时住在这儿，但卢凌风不行。哼，横什么横？你是我的私人参军，随我去住客栈。要我保护，又不直说。樱桃姑娘说的对，矫情。苏无名，走了快半个洛阳城了，到底住哪儿？大风客栈，有气魄，就是这儿了。大风起兮云飞扬，气魄倒是有，就怕半夜风大，把这屋顶吹没了。哎，苏无名。朱雀客栈，哎，不错。朱雀乃南方之意，咱们刚从南方来，怎么能又回去？莫走回头路。哎，哎呦，你又回来了！哎，你在跟我说话？对呀，我们见过，你忘了？你那小徒真是凶。我多看几眼他都不让呢，客官等着，我这就来接你。走吧。钱岁客栈，这名字起得多好！好什么好？多不吉利啊！换一家。钱者天也，岁者年也，天年者天赋之寿，自然绵长也。哎呀，快走！没想到你的仆人都有这么大学问，那你这主人岂不更加博学了？嗯，你说的有点道理。老板娘，你好眼力。主人，天儿不早了，要不咱们就在这儿凑合一宿。那好吧。请。我这店呀，楼下能喝酒，楼上可安眠。如果觉得跳舞的胡姬好，也可能怎样？也可带到客房单独起舞，还不过我胡氏四娘可不陪侍，除非。
是你家主人。还是先看看楼上的客房吧。来人，带贵客上楼。行。怎么，又看着了？也不想想自个儿的年纪。怎么样，大客房，足够你们2位住了。我岂能与我的仆人住在一间？啊，对，我怎么配跟主人同住？我们需要2间。可是没有了。旁边这间，难道有人？怎么样，没有骗你们吧？里面已有客人住下，这楼上的空客房只此1间。你的意思是，这楼下还有客房？楼下是酒肆，后院倒是有几间，住的都是长期的租客。也没空的了。倒是有1间，不过也住不了。为何？因为死了人。我就说这不吉利，你偏要住着。哎呀，主人莫急，死的何人呢？不会是死在这客栈了吧？是，最近不是一直在传人面花害人的事吗？今天突然来了好多官府的人，说卖人面花的，就是常住在我们客栈的土罗女人。如此要犯，你们怎么能让她住在这儿呢？当时我也不知道她是坏人，直到今天。官府的人把客栈围了起来，只等那邢参军带人冲进房间时，那土罗女人已经服毒自杀。我这仆人阳气重，不怕死过人的屋子。主要是那尸体还在，为何不把尸体拉走？哦，我明白了。今天不是重武之日吗？民间有一个说法，说这一天不能见血，更不能动尸。是的，那邢参军也是这么说的，所以定为明天，把尸体拉走。这些鬼话你们也信？我出2分钱，那间屋子，我仆人住定了。这，掏钱！我跟你说啊，我们家主人脾气可不好，你惹他生气出大事儿。再说我们就住1宿，你不说，邢参军怎么知道？又不是不给你钱，给。不行，那尸体还在床上。我不怕。那也不行，他可是要犯，房门已被邢参军上锁。哎呀，兄弟啊，行了，就这1间，你们爱住不住。嘿，原来你早就得到了消息，故意找到这钱催客栈。我本想到这客栈探查，有没有令人意外的收获。没想到，那土罗女人的尸体居然还在这客栈里。对了，刚才这一路上有人跟着我们，好像并无恶意，也不像歹人，看样子可能是官府的人。难道是邢颖派来的？跟着我们。这土罗女人的尸体还在这客栈，他不派人看着，却派人跟着我们。这邢颖何意呀？谁知道呢？等天黑了，你找根绳子把我从这儿顺下去。你要去验尸？不光是验尸，那个大个子伙计不是说了吗？土罗女人常住于此，她的房里应有收获。把我顺下去之后，你就去找那个女店主喝酒。什么？我不去。我没跟你商量，
还真把自己当主人了。我命你，必须去。算了，反正那个女店主也没看上你。禀参军，苏明带着一名手下离开了长史府。哦，好像是苏明拒绝出任长史，故而带人去寻客栈住了。这么说来，此人倒是有几分骨气。只是，他们去了钱穗客栈。什么？走。兄台，久闻这钱穗客栈佳肴美酒啊，那波斯美女也甚是迷人呐。今晚我请，不醉不归。好。你要什么？滚！睡不着呀？哎，你这小娘子，刚才不跟我们喝，现在却给别人倒酒，是何道理？是啊，那小子艳福不浅呐！白日里路过时，老娘就看上了，怎么了？你男人可在呢？我男人心疼我，看见我有喜欢的，他才不管呢。这什么呀？这是？你别怕，他个儿矮，什么都看不见。这可是最好的酒，纯正的高昌葡萄酒。好！哎呀，真是啊，此曲只应天上有。店主怎么称呼？胡。来，喝，继续。14娘。店里的客人怎么看上去一个个都那么怪呢？怎么个怪法？你店里阴气太重。我看你
阳气十足，让人忍不住要吸2口。我看你阳气十足，让人忍不住要吸2口。我当然阳气足了，因为我干的是驱鬼的营生。少蒙我！你不信？不信。我问你，那个土罗女人，既常住在你家客栈，可见过她兜售的人面花？你打问这个干什么？洛阳人都在讨论人面花，好奇嘛。十四娘，你倒是见还是没见过？我不但见过，我还有呢。想看吗？在哪儿？在我房间。跟我上楼。你还带着刀呢，一会儿可是要强迫我。少废话！你手里到底有没有人面花？当然，不然老娘一把年纪，皮肤怎么还这么好呢？人面花不是有毒吗？再说了，你年纪也不大。我从宫里出来那年，隋炀帝还在江都看琼花呢。你这个疯女人！隋朝皇帝下扬州，至今已近100年，净说笑话。怕了吗？那就当个笑话呗。我早就看出来了，你不是凡夫俗子，所以不敢怠慢，还是先把香熏上吧。电无好电，香无好香吧？是不是好香？你闻闻不就知道了。我还害你不成？我哪舍得呀？如何是薄荷味儿？我没骗你吧？闻了我这香，你就会头脑清醒，就会想清楚，到底是不是真心喜欢我了？还是说说人面花的事？着什么急呀？你没有人面花吗？若没有，我如何保持青春永驻呢？那人面花是当年波斯国进贡给大隋的宝物，出宫那年我偷着带了一箱。别看它多年后早已风干，但只要用水泡过，便可新鲜如昨。用后
便可使容颜永远青春。你真是隋朝人。还是先帮我驱鬼吧，我可是百鬼缠身呢。快说人面花在哪儿？你若凝神观看，你就会看到人面如花。有人来了。管他呢，今晚你就是我的郎君。扫兴！声音是朝着这间屋子来的。你刚才用的是什么香？薄荷味的香。有鬼呀！苏无名啊，不好！苏无名！苏无名！好像是那个土罗女人，追！追！喂，刚才楼上怎么回事？你和谁打起来了？让开！哟，还不睡呀，郎君？这罗凌风也太不像话了，竟让你一个人涉险。苏明，人呢？是不是跑了？你不是来验尸的吗？人怎么又活了？你上哪儿找女店主去了？我这都差点……我不是，遇到了些麻烦吗？谢过樱桃姑娘出手相救。你们遇到什么麻烦了？鬼。对。青铜厉鬼，看来这前岁客栈真是不简单啊！那土罗女人到底怎么回事？
我在查验那所谓的尸体时，发现其手指、脚趾的指甲皆呈紫色，随即我便查看了其鼻内。你查看他的鼻子做什么？因为我怀疑他使用了返魂香。死而复生。当初探破长安红茶案时，窦女的尸体不就是用返魂香处理过吗？不错，当时是老费提醒的我。后来我自己又做了一些探究，得知将此物涂抹在尸体上，可保尸体多日不腐；若将它放入鼻内，可使人气息暂避，故而才叫返魂香。古时有巫者使用此物，即所谓的暂离人间而无限接近神明。使用此香时，气息暂避后，手指、脚趾的指甲则皆呈紫色。邪物而已，不是什么好东西。如此说来，那土罗女人被邢颖拦在客栈后，便想利用重武之日的习俗，试图用返魂香蒙混过关，却不想你去验尸了。哎，好了，说说你吧，那青铜厉鬼是怎么回事？不知是何人所办，力大无穷，很难对付。对了，那女店主叫胡十四娘，自称是钱绥的宫女，还说自己手里有神面花。隋朝人？那还不得100多岁了，简直是胡说。哎，他的那个人面花是从土罗女人手里买的吗？他说是当年从钱绥宫里带出来的。他还说，正是因为使用了这种花，才得以青春永驻。哼，信口雌黄。我看此店就是黑店鬼店，我们需马上离开。离开？你还想一直住下去啊？你连自己的命都差点保不住，别再害死无名了。哼，我是中了迷香，开始的时候有一种薄荷味儿，闻后头脑清醒，所以我便大意了。现在不能走，我丢不起这人。哦，你8成是叫那女店主迷上了吧，才不肯走。他就是看上人家了。你，哎呀，好了好了。经过此夜，即使这家客栈再诡异，人员再莫测，可暂时也不会再有什么事儿了。我们只有离开这里，才能更清楚地观察这儿。罗凌风，还是走吧。外面早已宵禁，你们主仆2人带着一女子夜行，不怕被抓了？你这客栈确实是老店，听说人也古色古香。哟，你这当主人的，什么都跟仆人讲啊？我是喜欢你才这样。对了，我的仆人让我提醒你，东都洛阳不是一般的地方，在这里装神弄鬼是会吃亏的。苏无名，你们俩谁是主人，谁又是仆人？我怎么糊涂了？你糊涂是因为这客栈阴气太重，赶紧走吧。那个黑衣人到底是谁？他为什么会救我？看来我漏掉了一个重要的线索。
郎君去而复返，是对我真有情意啊。你那个男人怎么不在？我心里全是你，哪容他上我的床？那扇门就是给你留着的。少废话！告诉我昨晚那个黑衣刀客在哪个房间？你们不是一伙的吗？再废话，我便用刀剥了你的面皮，看看你到底多少岁。就住在2楼，你原来住过的房间斜对面。人面花，你不是从前随公主带出来1箱吗？你既中意我，给我2朵。你个大男人，要它何用啊？给。大舅舅，这里不方便说话，先进屋。苏长史果然就职了。你就是邢参军。我家长史早就料到你会来，我带你去拜见。哎呀，你看你来就来吧，你还带什么东西？太客气了。不必了，我需亲自交给苏长史。邢参军最近查案辛苦，请坐。多谢长史。听闻长史在是否就任一事上颇为劳神，今送上一味草药，此物有解郁安神之效。这是什么草药啊？远志。远志。邢参军这是要给我讲东晋名相谢安的典故啊？不敢，此物确实安神。当年谢安高卧东山，并无当官之意，后来被迫出仕，所谓东山再起。却有人说他只是为了家族之业，于是有人用这味草药来嘲讽谢安，因为此药别名小草，引的部分可称远志，出则叫小草。哎，我可没这个意思。你已经当上了长史，其实小草可比啊。其实在我看来，此药并非一物两名，而是露出地面的叫小草，其根名远志。我苏明还真如此药，志向植根于泥土之中，非他人可以随意猜测。人们所看到的只是露出地面的一小部分而已。苏长史大才，醒影，刚才冒犯了。这不怪你，为庶人当政之时，卖官鬻爵。但凡心存良知之人，都会对协风官深恶痛绝。邢参军愤愤，正说明你是个正直之士。惭愧啊！好了，说说案情吧。那土罗女人遁术了得，昨晚一宿竟没能捕获，今早城门一开，她就逃了出去，一直跟到了东郊绿野峰，在那儿又跟丢了。我怀疑她去了空中庭院。空中庭院，里约任东都留守后，在郊外的一座山峰修建了一处庭院，供有仙神
因半山间云雾缭绕，看上去此庭院仿佛伫立空中，故而被百姓称为空中庭院。苏明，形影，中郎将，形影拜见中郎将。起来吧。中郎将，这是别一口一个中郎将的，我现在并无官职。啊，卢凌风现在是我的私人参军。私人参军？怎么，不行吗？属下岂敢有此意？哎，卢凌风，昨夜你去哪儿了？不会又去？人面花？您这花为何是干的？哦，对了，刚才光顾着跟苏长史说话，忘了说我也带人面花来了。这几朵是从购花者手里所得。我这个，并非洛阳市面上土罗女人都说的人面花，而是前随之物。你这不会是从胡14娘手里得到的吧？我觉得，也许他没有说谎，就是隋朝人。隋朝人？颜色一深一浅，浅的素雅些。这朵新鲜的倒是更好看一些，却是如此恶毒之物。此花生长于大异国西南2000里之外的山谷，书中记载，当地有树，可生奇花，凝神观望，亦如人面。可据我所知，此花本身并无毒，更不会腐人肌肤。关键是，这中土哪儿来的人面花树呢？义兄，你怎么断定树在中土啊？土罗女人所授是新采摘的。对呀，我怎么没想到？色深的是前随的干花，而色浅的则是害人的妖物。老费，你精通草药，这世上可有一种东西，能在最后一刻令人皮肉皆腐？当然也不是完全没有，但却少之又少。若以波斯豹黄为主，苗疆鬼丑为辅，再加上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，制成香，就能产生一种奇特的味道。初闻的时候十分美妙，甚至让人觉得神清气爽，一如薄荷，继而让人产生幻觉，手足无力。不过只是对男人有作用，所以又名丈夫香。这是当年隋朝宫中之物。果然是隋朝宫中用的，这个我已经领教过了。可是我想问的并不是这个。不要着急呀，我还没说完呢。若是以苗疆鬼丑为主，搭配少许的豹黄，再配上几味古怪的草药，进入皮肤一定的天数之后，应该就可以达到瞬间腐烂皮肉的效果。不过这苗疆鬼丑倒是可以买到，但是豹黄在高宗年间就已经禁止出售了呀。此案比我想的更为棘手，你二位应迅速去空中庭院追寻土罗女人的下落。遵命。公主，苏无名已上任，这几日您只需在禅房里静心打坐，笑看他查探人面花便是。可是我总觉得如芒在背。
您是说太子？你的消息放出去的倒是及时，可是他却滞留在东都，想要看我的结局，真是让我伤心。公主身体要紧，可不能生气呀。禀公主，高刺史到。进来吧。拜见公主。你交上来的名单我都看过了，这些年你替我在东都经营，颇有成效啊。一旦事成，名单上的人都会被重用。当然，我最倚重的还是你。多谢公主的信任，高忠义追随公主多年，定誓死效忠。只是我现在中了花毒，恐怕……禀公主，苏无名已经上任查案，我看用不了几天。你相信苏无名能探破此案，拿到解药，让我起死回生？狄公的最得意的弟子，定有些能耐。主要是公主吉人天相，绝不会有事。你回去召集名单上的所有官员，告诉他们，一定要相信苏无名能够帮我度过此劫，不许有二心。是公主。请。苏长史，见过高刺史。苏长史既已上任，我也就松口气了。是公主叫你来的吧？公主在里面等你，快去吧。非也，只是既已接手此案，公主有用过人面花，有被毒害的风险，苏无名不能不来啊。苏无名拜见公主。长安一别，有日子没见了。是啊。见我连官服都不穿，性子这么倔，怎么不愿意做我给你的官？但苏无名已经开始查案。你不肯穿官服，就是在向我示威。不敢。说说吧，为什么要接下这个案子？洛阳的百姓和公主的性命为大。怎么，我的性命排在百姓之后？算了，知道我危在旦夕还肯管我就不错了。苏无名，我只有6、7天的时间了，你当如何？尽力击凶，寻到解药。贱婢！定是太子设计要陷害于我。陛下在哪儿？陛下管不管？公主勿躁，陛下已回长安。我也要回长安，现在就回。不可，公主只需静待，苏无名必全力以赴，尽快拿到解药。你说的容易，要是拿不到呢？与其等着脸腐烂，不如现在就去死。在我死之前，我要烧掉整个洛阳，为我陪葬。公主，万万不可！你是觉得我不能死？不能。如何不能？公主，就算您什么都不想，也得想想自己的孩子们。孩子，在这世上没有几个人懂我。你苏无名，我也是似懂非懂。
你在哆嗦。苏明不敢不哆嗦。看着我，你会全力以赴救我，对吗？一定会。为了公主，也为了洛阳的百姓。哼，你若不加这最后一句，我便不信你了。苏无名就是苏无名。好了，去办你的案子吧。是。放心去查你的案子吧，我不会自寻短见的。不是我贪恋这世间浮华，而是大唐不能没有我，复兴大唐更不能没有我。众郎将，这就是空中庭院。土罗女人跟丢后就消失无踪，当救在此庭院中。上前叩门。你们是什么人？洛州司法参军邢颖，奉命查案。邢参军，为何如此气势汹汹？今有案犯消失于此，故来此搜查。庭院里确实住着不少人，但我们这儿管得很严，断不会有什么案犯。更何况，空中庭院受朝廷保护，参军想要入内搜查，是要坏规矩吗？不管是什么庭院，既建在大唐国土，就应遵守大唐的规矩。妨碍捕贼官入内搜查嫌犯，这才是坏了规矩。这，邢参军，听说邢参军带人上山，想必是为了查案。老夫担心他们不让你进，看来我是来对了。留守，开门。是。留守请。莫怕，高宗天后时，诸国曾献各种珍禽异兽，很多就都养在这里。方才所叫，莫非是天铁熊？正是此熊。高宗时期，迦毗叶国曾献巨熊，名曰天铁，可力擒白象，搏杀狮子。没想到，竟养在了这里。所以平时一般人不许进来，也是怕这凶狂的野兽伤人呐。你是？这位是洛州长史苏无名，私人参军。哦。私人参军，竟也如此博学广识，啊，有意思。还请留守把住在这里的所有人请出来，我们要逐一排查。都在内廷拜神。请。近日住在庭院里的人都在这里。他说的没错。邢参军不信，你可以让你的人去搜所有的房间。案情为大，老夫还是知道轻重的。
新鲜的人面花友们，这土罗女人，应该是贪图钱财，用意欲毒花诱人，见无处可逃，便服毒自杀了。元凶已找到，却已死了，当然还需尽快找到解药。不过看眼下的情形，似乎……中郎将的意思，此案可以结了。我哪有权利说这样的话？只是陈述事实而已。邢参军有何高见啊？为探破此案，邢某已竭尽全力。是啊，看来这个案子就只能先到这一步了。不过不能对外声张，以免引起东都大乱。刺史，您怎么了？苏长史那边怎么样了？都说他断案有狄公风范，我看言过其实啊。哦，刚得到消息，线索就断了，查不下去。可苏明又不肯承认，这就剩下几天的功夫了。他还能寻到解药吗？您的意思是，公主行将不保了。到底是女人呐，想貌美如花，到头来却在这上头坏了大事。那刺史有何打算？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。公主与太子现在已是水火不容之势，假如公主因人面花而不治，太子登基后必会严查我们这些公主的人。所以现在只有一个自保的办法，就是在公主的脸化为骷髅前先投降太子。秦老弟，你的想法呢？辛某是刺史提拔的，一切听刺史的。继续查，毫无线索。若就此终案，又没法跟公主交代。我想，苏务明应该是处在两难中。卢凌风那边有没有倾力相助？卢将军，他直说。他还算尽力，但是我感觉，他好像希望苏长史终了此案。那你呢？又作何想法？邢颖愿誓死效忠殿下。若您觉得此案该结了，我便立刻结案，不再追查。你是司法参军，理应查明案情，更应该找到人面花的解药。而现在，如何能结案？殿下，先回神到了。你先下去吧，还需全力探查此案。是。大将军，回慎拜见太子。起来回话。是。近来如何？公主对我很信任，叫我监视高忠义，却不知在下誓死追随的是太子殿下您呐。你追随的不是我，而是大唐。而大唐正因为有你这样的忠臣贤才，才会更有希望。怀慎谨记。啊，有个好消息。高忠义觉得苏明难解此案，公主已时日不多，故已决定转投太子。哦，他不知道殿下还在洛阳，我想他
他很快就会修书，叫人送到长安。殿下，高忠义见风使舵，绝不可用啊！大将军高见，但我也有些自己的看法。你说，公主虽然命在旦夕，但毕竟还没到最后的时刻。若能在此时削弱其羽翼，太子登基之际，朝野上下都会说“众望所归，民心所向”，岂不是大好事？我现在没这个心思。探破此案，就这么难吗？难道姑姑就真的没救了吗？唉，应该是无可挽救了吧。不过，人面花一案并非殿下在策动，所以您无需。还是寄希望于庐陵封主苏无名，在姑姑危命前找到解药吧。